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强少，欢迎收看《主望云霄》。谢尔曼访华前夕，中国首次援引反外国制裁法棒击美国，这是给谢尔曼一个下马威吗？7月23号，就在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即将访华之际，中国首次援引反国际制裁法，对美国前商务部长等7个人实施制裁，这是中国对美国日前炮制的所谓香港商业警告、非法制裁中国驻港机构官员的强烈反击，可以说没有给美国一点面子。美国在谢尔曼访华之前扬言要从实力地位出发，与中国对话，还在香港问题上制裁中国，说三道四，现在又要跑到中国土地上对中国立规矩，想要中国遵守美国和西方制定的规则。在很多人看来，中国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谈判氛围，不会立刻反击美国的所谓制裁。中国的外交官在美国的本土上已经明确表态，我们不吃美国这一套。那么现在美国的官员跑到天津来，那么我们更不吃美国这一套。谈判归谈判，制裁归制裁，而且利用反外国制裁法制裁美国人员，应该说现在直接戳破了美国人的幻想。有意思的是，美国白宫发言人在回应我们的制裁的时候表示，美国不会被中国的行动所吓倒，而且会全力执行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所有制裁措施。但是他也承认谢尔曼访问中国的计划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。他强调，美国将会在外交会议上与中国接触，讨论双方可以合作的领域，也会讨论我们不同意的领域。那么，美国显然是要维护所谓的西方制定的规则，并且会继续拉西方国家一起对中国施压，而中国则坚持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规则，并且会毫不客气地反击美国的所谓制裁。中国既然推出了反国外制裁法，那么在反制西方的所谓制裁时就已经有法可依了，反击自然就会成为今后的常态。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对谢尔曼访华的一个下马威，其实不一定如此。美国无端制裁中国，中国依法反击，与谢尔曼访华不一定有直接关系。中国未来将会根据相应的情况和美国打交道，这里面有可能进行会晤谈判，也有可能对一些态度恶劣或者是严重违反了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这些人和公司实施相应的制裁。当然，涉港的问题我们也会严厉看待，一旦在香港问题上你差异足，而且表现恶劣，我们照样会对你实施制裁。这个是我们立法之后必然会实施的相应的措施。那么谢尔曼这次访华，他要讨论什么内容呢？可能要讨论是中美合作的一些领域，双方有可能会加强合作，但是这个并不是美国通过对中国施压的方式就能够实现的。美国此前在环保领域已经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势，甚至要求中国关闭所有落后的发电厂，这显然不是双方合作的一种方式。中国政府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规划，我们是有条不紊的推进的。关闭不关闭那些污染的发电厂，我们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计划逐步实施的。因为实现清洁能源发电始终是我们不懈的目标，而在这个问题上，美国根本就没有资格对此说三道四。首先，你要看看你自己的发电厂是否都符合环保的要求，而且如果从平等的角度讲，美国在能源消耗方面的人均水平最好能降到跟中国一样，这才是平等对话的基础。那么美国现在还在台湾问题上不断的切香肠，包括军机降台、推动台湾伙伴关系法等等，这些都是向中国施压的一些手段。可以说，美国政府已经在各个环节、各个方向对中国展开施压的活动。那么这样的压力，中国是完全可以抗得住的。但是施压的过程，美国也会遭到损失，而且它也会遭到中国的反向压力。这样的压力，它是否能够承受？这个恐怕美国的政客要认真的想一想了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
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